各位好，本周 Java 版发布了 26.3 的第4个快照，这次主要是对游戏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，还有其他内容的一些修复，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进入正片吧。在本次更新中，首先更改了创造模式物品栏中部分物品和方块的排列，将非矿物等级材料放在最前面，用于制作装备的矿物材料放在最后。在自然方块页面中，每个类型的所有方块都会按顺序从主世界、下界、末地排列。原材料页面中会按照非分级矿物、粗金属、精炼分级矿物排序。建筑方块中则按照非矿物等级的矿物块及其变种、精炼的分层矿物块及其变种、铜块及其所有变种排序。铜系方块包含大量内容，因此在建筑方块分类中总是被放到最后。现在调试叠加层支持与游戏其他部分不同的独立 GUI 缩放比例。通过按下 F3 加 F6 快捷键，在调试选项屏幕中进行自定义设置，默认缩放比例为自动，会尽量保持比正常分辨率更高的分辨率。如果要按照与平时相同的 GUI 缩放比例进行显示，可以选择保持不变选项。现在 FPS 的调试信息还会显示当前设备的屏幕刷新率。你现在可以在旁观模式下使用鼠标右键传送门互动直接传送。在旁观模式下，只要瞄准的方块出现十字准星，那么就可以与传送门直接交互即可传送。利用这个特性，你持续按住右键可以直接实现来回穿梭这个有趣的玩法。接下来是其他相关的改动。球鱼进入液体中时，不再试图蜷缩成球状，再次更改了杨木门和悬挂式杨木告示牌的纹理，也更改了杨木原木的顶部纹理，更改了干草捆的侧面纹理，以匹配麦秆床。现在每个坐垫可以烧炼 0.25 个物品，此前为一个。对告示牌相关做了一些更改，现在使用 Ctrl 加中键选取告示牌时，物品栏的提示框会显示前后显示的文本内容，放置后会打开告示牌编辑界面，但原本写的内容还会保留。如果告示牌被涂蜡之后，则选取的告示牌再次放置，则不会打开编辑界面。无边框全屏模式现在是默认的全屏模式，并且在无边框全屏和独占全屏之间切换，不再需要重启游戏。但是 macOS 系统上的独占全屏选项现在不再受到支持，进一步修复了中文输入法相关问题。现在在前行时不再因输入法冲突而无法跳跃，平时操作时也会屏蔽掉输入法，不会显示输入法指示器，减少了按键冲突的可能性。在创建新的世界界面中，输入法也会自动切换至相应的输入模式，方便玩家直接输入中文名称。现在使用 SDL3 而不是 GIFW 来进行窗口管理、输入和平台集成。特别提醒，手机端的第三方启动器启动时会出现无法进入的情况，后续可能会被修复。最后修复了上周快照中出现的崩溃问题，当在世界最低高度放置蜂巢或蜂箱时，游戏会崩溃的现象；向世界建筑高度范围之外发射特定投掷物时，游戏会崩溃；以及在启用改进透明度选项后，尝试渲染已填充地图的物品纹理时会崩溃的问题。这期视频内容就这么多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各位喜欢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制作不易，下期再见。